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明宇。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呢，我们来讲武当金殿的4大神迹。武当山上最高峰呢是天柱峰，那上面有一座金光璀璨的铜制的建筑拔地而起。建筑内呢供奉着真武大帝的铜像，两边呢还有手持法器的金童玉女和各种神将。原来呢，这里就是明成祖朱棣为真武大帝修建的道场大岳太和宫，后称金殿。那历史上传说金殿是有4大神迹的。第一个是海马吐雾，第二个是永不熄灭的长明灯，第三个呢是雷火炼电，第四个是祖师出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真武大帝是谁呢？在道教中呢又称玄天上帝，传说他本是西海晋乐国的太子，发誓呢要除尽天下的恶魔，于是呢修道成仙，号为真武。非真武不足以当之嘛，这正是武当山得名的由来。那么朱棣为何会在武当山为真武大帝修建道场呢？这段传奇呢，要从10多年前的朱棣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说起了。那是在公元1400年的4月，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与当时的燕王朱棣呢两路人马在河北的雄县开始激战。那朱棣的这个军队呢被朝廷的军队团团围住，正在危难之时呢，突然之间空中显示出一面旗帜，上面写着真武2字。而朱棣的军队当时军心大振，紧接着呢又是一阵龙卷风拔地而起，吹倒了中央军队的各种旗帜，所以就让朝廷的军队指挥呢陷入了瘫痪。而朱棣呢趁机纵火，在一片混乱之中突围成功，最终呢夺得了天下。然而明史之中并无空中显现出真武旗帜的这种记载所以这段情节呢，很多人说是来自于民间传说。但奇怪的是朱棣登基继位之后，大修武当山的道观，推崇真武，似乎这是印证了这一段传说而武当道观的设计的布局呢，完全是按照道经真武经中的真武大帝修炼的记载来设计的。各种建筑呢多达400余处，共2万多间民房，占地160万平方米，规模宏大，令人叹为观止。而鹤立在天柱峰上的金殿呢，正是整个建筑群中最重要的部分。金殿高5.54米，宽4.4米，长3.15米，建筑尺寸不大，但完全仿照了紫禁城里的奉天殿，也就是今天的太和殿的造型。整个屋顶呢采用的是9彩斗拱，这是斗拱的最高级别了。它是由3600个铜铸件全部采用毛榫的结构拼接而成的，就是一种全铜的毛榫，可以说是当时明朝最先进的科技了。然后呢，又用2000多两黄金呢，将整个大殿镀上了一层金光璀璨的外衣。这正是中国古代最奢侈的鎏金法。精湛的工艺加上昂贵的开销，你以为这就是武当金殿最厉害的原因之一了吗？其实呢，真正让它名声大噪的是金殿建成以后所发生的各种神迹的事件。那金殿的第一个神迹呢，就是海马吐雾了。传说在金殿建成不久呢，朱棣就接到了木星的上奏他就说有工匠呢在金殿的屋脊上看到了4匹海马神兽呢口吐烟雾，这是祥瑞之兆朱棣一看呢，果然龙颜大悦因为海马是神话之中的忠勇神兽，象征着皇家的功德上达天庭，才会降下如此之祥瑞。这不正意味着他这个皇帝正统性吗？所以呢，永乐的朱棣呢，听到这个消息高兴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但是这段传说究竟是木星是为了讨好老丈人编造的神迹拍马屁呢，还是确有其事呢？其实这个木星是没有说谎的。金殿的屋脊呢，的确有4个角，而每个角呢是有5个神兽，分别是龙、凤、狮子、天马和海马。那每当下雨的时候，海马的嘴里就会发出嘶嘶的声音，然后喷出一股雾烟。当这个烟雾上升之后，马上又会变成紫色，看起来呢仙气十足。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神迹吗？那经过现代专家小组勘测了这些神兽呢，最初他们提出的假设是因为武当山呢气候变化大，而海马呢是全铜的，那内外的温差呢可能会导致海马呢吞吐烟雾的原因。结果一查呢，海马和其他那几个神兽其实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实心的，里面有没有空洞，所以就不可能从这个雕塑的体内吐出烟雾的这种假设就不成立了。于是专家又提出了第2种假设，就说因为雨水呢凝结在这个海马的嘴部，小风一吹呢就造成了吐雾的效果。但问题是另外4只神兽也都在屋顶上怎么没见他们吐雾呢？而雨水又不是直接的往海马的这个嘴上汇集，那为什么别的神兽没有这种吐雾的功能？所以这个海马吐雾的奇景呢，直到清朝后还经常被人看到。在乾隆年间的《太和山志》里面就有此记载，基本上可以排除是明朝当时的官员为了讨好这个皇帝而假设的一种神迹。
因为清朝的皇室呢笃信的是藏传佛教嘛，所以他们对这个道家的这种祥瑞事件事情其实兴趣不大，编造这种神迹的动机呢就很小。还有就是在1983年呢，武当山的文物宗教局的副局长就有一次对这个海马土物亲眼目击。他的描述是海马土物的这个雾气很细，大约有5寸长，而且呢就几秒钟的时间就消散了，以至于他当时想拍照都来不及。但是现代科学呢完全不接受神机祥瑞这一类的说法，所以回答不了这些问题，那就只有搁置在那儿了。所以他呢也就成为了武当山金殿无法解开的悬案之一。可是围绕着武当山金殿的神秘事件，未解之谜可不止海马土物这一件。在金殿建成以后呢，里面供奉的真武大帝面前还燃起了一盏长明灯，而这盏灯呢是从1416年一直燃到了现在，成为了武当山上的永恒之光。就连小说《盗墓笔记》里面也写过长明灯，但是目前呢，真正被世人所认可的长明灯就只有武当山上金殿里的这一盏，因为它确实已经燃烧了600多年了。那么从这盏灯的外表上看是相当普通的，这是中国传统的燃油灯的造型，一个双层结构，上层是水，下层是灯油，而灯芯呢是用蜡处理过的。结构上看，它就是一盏普普通通的在中国民间和寺院里常见的那种油灯嘛，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它为什么会一直不灭呢？专家们的解释说，这是金殿所有的缝隙都被那个金泥给填埋过了，是不透风的，所以这个灯呢是不会被风吹灭的。那这个解释呢就有点牵强，因为就算是所有的墙缝都被封死了，可是大殿是有门的呀，这个门还是经常开着的呀。所以武当山呢又是亚热带气候，山顶上经常有狂风暴雨，那为什么一直吹不灭近在咫尺的长明灯呢？还有一种古老的传说说是因为殿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颗镀金的珠子，道家呢管这个珠子叫避风珠。那有了这个宝贝就算你开着门，殿外面呢狂风大作，风也刮不到殿内一丝来。那这盏灯呢，所以就吹不灭。而长明灯除了它刮风下雨不熄灭之外，还有就是它用的什么燃料嘛，能让它燃烧600多年。事实上它用的就是普通的那种灯油，而这方面确实没有找出什么蹊跷。于是又有人说这里面肯定有机关，或者是人为手动。机关呢，就是说有人猜测这个金殿当中可能是有夹墙，里面灌满了灯油，可以给这个灯油呢自动添油，所以它就一直没有熄灭。还有一种是人为动手脚，就是说有人猜测呢，道观里专门有那种小道士就执行特殊任务，在这个灯油将尽的时候呢，悄悄的给这个灯油添油，维持长明灯的神话。当然了，以上种种猜想呢都不能够证实，但是长明灯这个东西它并不是只有武当所有，也不是只有中国所有，而西方的历史上也曾流传着类似的故事。比如说公元1540年呢，罗马的教宗保罗3世走进了罗马的一处刚刚被挖开的古墓里面，他就在里面看到了一盏还在燃烧的油灯。墓主人呢据说是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女儿，她呢是死于公元前44年。也就是说这盏灯呢在封闭的墓室里面居然燃烧了1584年之久，那是非常惊人的呀。但是也有另一种解释，就是说认为这盏灯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因为有可能它是白磷做的嘛。白磷的特点呢就是遇到氧气会自燃，那这盏灯呢放到墓室的时候是燃着的，但是等到墓室里的氧气用完呢，它就熄灭了。然后再过了1000多年呢，有人撬开墓室的时候，新的氧气重新灌满了这个地方呢，它就又会燃烧起来。那打开墓室的人自然感觉就是说这盏灯燃烧了1000多年了嘛，其实很有可能它并没有燃烧那么久。也就是说长明灯的技术在古代的东西方都有流传，而史记当中也有记载秦始皇陵里面也是有长明灯这个东西的。不过它的特殊之处呢是在于它的燃料。司马迁就说以人鱼膏为主，度不灭者久之。意思呢就是说秦始皇陵里面的这个长明灯是以美人鱼的这个油膏油脂呢作为燃料的。直到70、80年代以后呢，太史公自己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呢，他说估计里面还亮着。而秦始皇陵里面的长明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谁也不知道了。那只有随着秦始皇陵考古的进展才能够揭晓。也许真的会有栩栩如生的那种照亮金碧辉煌墓室的长明灯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揭开这个1000年考古之谜的同时呢，也许还能顺带的揭开人鱼存在之谜。但是说了这么多，秦始皇陵里的那个长明灯能不能燃烧到现在不知道。但是武当金殿里的这个长明灯却是真实的燃烧了几百年了。那金殿的下一个神迹呢是雷火炼电。前面说的那2个神迹呢，比起这个来那是弱爆的，有可能。每当要看到雷雨来临的时候金殿周围就会出现一个个火球，火球呢是不停的在这个金殿的上方滚动。当碰到物体的时候呢，就会发生天崩地裂的巨响。
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道雷刚好划破长空的话，它就会像一把利剑一样直劈金殿。刹那之间呢，武当山呢就是金光万丈，直射九霄，数十里的人都可以看得到武当山峰上的那种红光冲天，就如同火山喷发一样，响彻云霄。这就是记载当中武当山金殿最神奇的一幕叫做雷火炼电。可是它奇就奇在被雷击中之后，金殿不仅毫发无损，反而是更加的金光璀璨，就像是被清洗过一样。里面说的很像是这个玄幻小说里的情节，其实呢还真不是，它是被记载在了《大岳太和武当山志》的这本书里面。传说呢，真武大帝每年都会派这个雷公雷母来洗炼金殿，目的呢是为了把金殿上的污秽呢去除，而保持金殿的清洁与干净嘛。二呢是为了展现神机，使那些图谋不轨的小人呢心惊胆战，魂飞魄散。那记载中呢，雷火炼电的壮观景象呢持续了近600年了。到了后来呢，因为在金殿旁又修建了另外3栋建筑，分别是武殿、千房和印房嘛。不过悲催的是，这3座建筑呢就经常被雷劈了，施工队呢只好不停的翻修，但是金殿呢仍然完好无损。一直到了1980年呢，为了金殿旁边的房子不再被雷劈呢，当地政府就大手一挥给所有的建筑都安上了避雷针。这下可好了，雷是避了，但是延续了600多年的雷火炼电的奇观呢，从此就看不到了。时间呢进入了千禧年，武当山又建立了博物馆，开始收集了各种翻新的武当文物。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文物工作人员就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整个武当道观的铜像、铜器皿或多或少呢，其实都有生锈或者是长那种铜绿的现象。但是奇怪的是，在金殿这座全铜的建筑里面，经过了600多年的风吹日晒以后，却没有一丁点的铜绿的现象。不仅金殿没有，就连同金殿内的铜像也全部都光滑如新。难道是因为金殿内的铜像制作工艺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吗？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研究之后对比就认为铜像在工艺上其实并没有区别。但是它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金殿内的真武大帝的那个像呢，经常会凝结水珠，汇聚成水滴以后呢，就从这个铜像的表面呢缓缓流下，就好像铜像在流汗一样。那一查呢，这是古书上记载的武当金殿的另一种神迹了，叫做祖师爷出汗。其实在中国和日本的佛教的塑像之中呢，的确偶尔会有出现这种佛像出汗的现象。原因呢，就是佛像呢是在圆寂的僧人的肉身的基础上塑成的。那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呢，就会让佛像里面的有机物分泌渗出，从而看起来呢就像出汗一样。比如荷兰就有一家博物馆呢，近年呢对一尊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国佛像扫描的时候就发现了泥塑里面实际上有一位圆寂的僧人的木乃伊的。但是这种情况一般是发生在泥塑的佛像或者是神像身上并不适用于真武大帝这尊铜像所以专家们一般都是用环境的这个湿度来解释，说这边太潮湿了嘛，潮湿的一种现象。但是既然环境如此潮湿的话，那为什么真武大帝的铜像它没有生锈呢？研究人员就提出了假设嘛，认为这有可能是因为金殿内在的材料是全铜的，而铜的导电性极强，所以金殿很容易被雷击中，而引来了雷火炼电的奇观。那经过了雷击之后呢，就把铜像的上面的那个锈给去除了。但这些都只是一种猜想而已因为现代呢清除铜锈一般都是用酸性物质或者是抛光的做法，雷击呢是不能够去除铜锈的，因为还没有被验证过嘛。而雷火炼电这个奇观尽管现在看不到，但它呢是在历史上很多书籍长时间记载的，不可能是杜撰的。那上面讲到了这4样是留下了物证的武当神迹。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传说就是根据《太和山志》记载呢，在修建金殿的时候呢，工匠们在山谷中看到了身穿皂色道袍的真武大帝，他脚踩祥云，站在虚空之中看着他们。那按照记载呢，在修建真武道场的13年期间呢，真武显圣一共出现了5次，有多达20万参与修建道观的工人和官员呢，都目睹过此神迹。那截止到目前呢，围绕着武当金殿的神迹呢，都没有完全符合科学的解释。你觉得这些神迹是巧合、自然现象，还是真的有某种神秘力量在运作呢？武当金殿的谜团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科学彻底的揭开呢？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